市雲就大爆紅單點熱菜吃到飽，讓這有時代感的飯店裡享盡大廚的熱菜料理及港粵點心。這讓我吃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刀。我們現在來到台中這裡了啦。然後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同好大飯店。你各位啊，我們今天會來這邊呢，我們首先感謝觀眾向我們分享資訊啊。如果你有什麼資訊的話，也歡迎留言分享給我知道啦。在飯店裡面啊，它有個中菜餐廳叫做時運潮創中菜。他們原本都是採單點式的桌菜用餐方式哦，可是啊，他現在竟然推出了吃到飽活動哎！我們在時間內啊，我們就可以點他現場那些單點料理，然後讓我們盡情的吃，盡情享用哎！你看到了，你不會覺得好像還蠻厲害的嗎？不過 OK 啦，那等一下我們繼續體驗看看他表現是吧 ？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。還有說我們剛一入場的時候啊，他們已經有跟我講解這邊的用餐規則了啦。他今天現場哦，還有一些可以自助拿的東西啊，就是飲料嘛，還有白飯跟冰淇淋啊。可是其他餐點部分呢，我們就是要用手上這個 QR code 跟他點餐啊。那我們開始點吧。你們有看到嗎？他這邊有寫啊，我們一次就是點8道，然後每份為2人份啊。然後他這邊還有可以加價的東西，我們先以吃到飽為主啦。在開胃冷盤部分呢，有蜜香奶芋，有那我們一定要點這個吧？油雞、海蜇絲、鴨翅、蔥爆牛肉、港式牛腩、滑蛋蝦球、糖醋雞球。各位啊，我們剛點的海蜇皮上來了，不過我們再等一下其他餐點好了啦。我們趁現在趕快去看一下他現場的自助餐那邊有什麼東西吧。那各位啊，你們有看到嗎？他今天現場這邊有飲料機，但是我覺得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啊，他今天這邊呢，他咖啡是用星巴克甚至我們等下吃港點會用到醬料啊，都有了。可是你有看到嗎？這個是我們台中人的驕傲哦。還有他這邊有克維尼冰淇淋，滿滿的白飯，看起來今天現場人都能來吃。這已經現場啊，有這種空的餐桶啊，它應該是早餐場在用的啦。各位啊，那麼餐點已經上的差不多了啦，我就覺得說這個味道啊，我覺得還蠻香的。那各位啊，我們先從海蜇皮吃起來。這是清爽脆口的海蜇皮啊，可是說它是酸中啊，然後又帶着微的辣啊。如果你今天不敢吃辣的話，你吃到它，你可要小心一點哦。好開胃的感覺哦。那麼油雞吃起來，它的油雞吃起來口感是軟嫩，而且口味是清爽的哦。可是它這吃起來竟然是冰冰涼涼的油雞耶。我們再吃棒腿的部分啊，我是沒有想到說它這種冰冰涼涼吃起來，它反而感覺有一種別有洞天的感受哎。接下来是我最喜歡的燒鴨。但蠻讓我意外啊！我們今天來這邊吃這個燒臘，它口味啊，它是偏算是清爽清淡那種類型的，它不會像我們往常吃一些餐廳啊，它口味會比較重那麼一點啊。這樣是很棒的。可是我覺得它這燒鴨，它口感就比剛剛油雞啊，還要有那麼一點口感的。但沒關係啊，畢竟這邊是吃到飽啊，有點口感也是合情合理的啦。接下來吃潮州鴨翅，它這個鴨翅吃起來外皮啊，變得是 QQ 這口感還蠻特別的。
可是它風味啊，就比較有我們平常吃那種營養午餐啊，或者說公司統餐會有的滷雞翅的風味啦。整體來說還是好吃的啦。我們來吃蔥爆牛肉。我觉得說他們今天這蔥爆牛肉，它給的肉的分量啊，整體來說是多的哦。可是它這個風味啊，它吃起來就是微甜微甜，而且帶點勾芡的感覺。這樣子很好吃哎，而且直接吃味道就很剛好哦。這時候如果再配飯的話，哇，應該會更加的完美哦。现在来吃港式牛腩，它這牛腩吃起來呀、啊，它十分的入味，而且口感是軟爛的哎。我咬到一塊肥滋滋的牛肉啊，它的脂肪這麼咀嚼的時候，在嘴巴裡化成一起浸滿嘴巴，這感覺好油哦。我們趕快配口茶洗洗嘴巴吧。如果他今天這邊可以點得到酒水的話就好了，因為我們今天就是直接住在他這個飯店裡面呢。我們晚點也許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啦。接下來來吃應該是帶筋的部分吧。它這個筋放到嘴巴裡啊，有一種入口即化的感覺。可是我們現在吃多之後，我就覺得說它的味道啊，不知道為什麼就有一種還蠻像我們台灣滷那種焦糖滷肉的感覺，味道還蠻台灣的耶。那接下來這道叫蝦仁滑蛋，我們先吃蛋的部分。那我們再配着蝦仁試試看吧。它雖然炒了蝦仁還有青蔥在這裡面呢、啊，可是它吃起來啊，整體就是十分的淡，就是只有淡味而已啊。比起剛剛那些料理來說、啊，它感覺就是天然的不少，純淨的不少啊。我們這樣子剛好就清洗一下我們味蕾啊。謝謝。那各位啊，我們在吃這回合最後一份餐點之前呢、啊，我們趁這個時候先點一下餐好了啦，這樣點一下才不會等那麼久啦。避風塘軟殼蟹、川香水煮牛、海鱸魚、每日老煲湯。我們今天現場這邊吃到飽啊。它好像只有唯一的湯就是這個而已。豉汁排骨、蠔油鳳爪、蒸魚子燒麥、鮮肉珍珠丸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們先點完餐了，我們繼續吃起來吧。下面來吃糖醋雞丁。它這個是炸過雞丁再炒糖醋醬的哦。可是說它這個雞丁啊，它吃起來卻意外的軟嫩呢。可是我就覺得說它這個皮啊，就感覺沒有什麼吸到醬汁的感覺。我猜是這樣，它炸完然後把它拌這個梅汁醬上去而已啊。我嚴重懷疑而已啊。一定是超好吃的啦！那它這旁邊有炒蔬菜啊，我們配起來吧。這吃起來反而有一種還蠻重的水煮感的啊。整體它只有外面沾到那個醬油味道而已啊，然後其他就是滿滿的菜味。
我們已經吃完第一回合的料理了啦。可是各位啊，如果你今天是你來這邊用餐的話，你吃完這樣第一回合啊，你的現在飽足感是如何啊？雖然我們一個人還是可以用餐啊，可是說我們如果是一個人自己來這邊吃啊，你想要吃那種比較豐富的感覺的話，那可能那分量啊會有那麼一點硬哦，因為它並不會因為我們是一個人啊而去做任何的分量調整啊，它一份啊，它就是2人份的分量啊，這點你想吃的話肯定要多注意啦。那各位啊，我們剛剛點的蒸籠點心啊已經上桌了啦。那我們先從鮮肉珍珠丸吃起來。它这珍珠丸子啊，吃起來稍微黏口黏口的啊。那我們沾醬油試試看吧。不知道為什麼它這珍珠丸子的外表啊，它吃起來有點像是我們南部種的糯米感呢。接下來是魚子燒麥，我是第一次吃這種燒麥啊，它內餡竟然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哎，它給我感覺就是在吃燒麥啊，可是你是吃不出它是什麼樣的味道啊。那我們沾點醬油試試看吧。我們沾了醬油過後啊，它整體比較有味道了。但說它的感覺就是好一點，但不多。它應該是蒸過頭。那各位啊，我們剛剛他點的料理啊，也依序上桌了啦。那我們先從鱸魚吃起來。鱸魚調味啊，我會覺得說它清爽得宜啊，它讓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魚的鮮味之外啊，還可以吃到這個破布子的那個味道啊，哇，好吃哎！而且比起剛剛那些料理分量來說啊，它這個你有沒有覺得說好像友善了許多？蠔油鳳爪。你有體驗過什麼叫骨肉分離的滋味嗎？我們剛剛輕輕在嘴巴一擠啊，它的這個雞腳皮跟它的骨頭就從嘴巴分開來了哎，他們這雞腳是怎麼處理的啊？還有，這是我們平常吃粵菜最經典的菜色吧，排骨。淡淡調味排骨啊，它吃起來口感是粉嫩粉嫩的。整體來說，今天這些口感啊都是蠻不錯的。我們再喝喝看它的湯，看味道是如何啦。雖然說它這個湯喝起來感覺有一種油到爆炸的口感啊。可是它這裡面有加許多豆子啊，所以讓它喝起來有一種格外的由衷帶清爽的感覺。我還是第一次喝到這樣子的湯哎。那這份麻辣水煮牛，我們先從青菜吃起來吧。Oh my god， 各位！它這吃起來啊，有一種很衝的味道哎。我們剛剛那口菜啊，應該是吸滿它裡面這個辣油哎，這個衝勁十足哎。可以說這裡面還有加了乾辣椒，還有許多的花椒粒啊。如果你想要吃那種勁的話，你點這個啊，你應該會吃得很開心哦。我剛咬到那口牛肉啊，它裡面有夾滿了花椒粒啊，我覺得說這道料理啊，它色香味俱全啊，哇，非常的有衝擊感哦。Oh my god！ 吃第一口很好吃，吃多我覺得嘴巴好麻。那這道是避風塘炒蟹。
這螃蟹是軟殼蟹，可以咬下去竟然還有噴汁的感覺。那各位啊，那麼吃完第2回所有料理，我就說我們等等再用剩餘時間呢，再點個幾樣菜回來吃，應該也差不多了啦。水晶蝦餃、叉燒包、腐皮卷、炸春卷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已經點完第3回的料理啊。我們今天總共跟他點20道料理，應該就差不多了啦。我覺得說他剩下的東西啊，感覺好像都是有那麼一點飽足感呢。我們今天只有1個人啊，感覺再點下去啊，也就快要吃了。那麼先從水晶蝦餃吃起來。我覺得說它今天蒸籠點心的部分呢、啊，感覺味道都好像有那麼一點水啦。那呢啊，它的熱菜明明是這麼好吃的。叉燒包吃起來。它的叉燒包啊，它吃起來感覺也是真的有點過頭啦，口感有點偏爛的。可是連它這個內餡吃起來也是軟泥的欸。也許現在是因為試營運的關係啊，所以說他們的火候啊，也還在嘗試着該如何做會比較好吧。我们来試試看嗎？脆口的腐皮卷啊，裡面包着香濃的韭菜鮮肉啊。我們沾點醬油試試看吧。我們沾了些許的醬油啊，我會覺得說它有去放大了整體香味的感覺。我是覺得說我們應該是弄錯了計時順序啊。剛那個鮮蝦腐皮卷啊，它的味道哦，很濃郁很香哦。我會覺得說它整體香味跟口味啊，有一種被碾壓的感覺啊。它香型失色了不少啊。我們再沾醬油吃吃看嗎？我會覺得說我們沾了醬油之後啊，它反而只有一種醬油的味道還有鹹味而已啊，它的味道啊完全就被蓋掉了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已經吃完所有東西了，那等一下我們去結賬之後，直接到後面做結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现在來到外面了。那來說說我們今天吃時運潮創中菜的香巴吧。你各位啊，我們今天1個人呢、啊，我們的用餐費用是879元。以這個價格啊，覺得我們整體體驗下來感覺是如何呢？但我們今天是因為有住在這個飯店，然後再去用餐啊，所以我們還有再打了85折的折扣，所以我們今天這用餐費用是748元。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1個人來這邊用餐的話，你是可以享有599元這個優惠價格的。但沒關係啊，我們今天來這邊就是跟各位分享他這邊用餐情況是如何啦。如果你覺得喜歡的話，你再斟酌看看要不要用餐啦。但如果我說今天我們再回來這邊用餐的話，我 OK 嗎？各位當然 OK 啊。但他今天現場啊，他因為人數而有不一樣的價位啊。可是我就覺得說，以今天他這個飯店啊，他們這個餐廳所做出來的料理水準呢、啊，以他如果是599這個價位來看的話，是非常的棒啊，無可挑剔哦。但我覺得匪夷所思的地方是啊，為什麼他那些蒸籠點心，它的表現呢、啊，就感覺好像，還有我們今天沒有吃到的部分啊，就是他那些麵食類的部分啊。我覺得說我們今天吃那麼多的東西之後啊，再來個麵食後，我是怕我們今天可能會爆炸啦，所以我們就吃的差不多剛剛好就好了。但如果你有來這邊用過餐的話，你有吃也歡迎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想法，讓大家知道啦。還有今天住宿部分啊，我們是在平日晚上過來這邊住的，是1晚1600。我們這次出發之前呢、啊，我們有先在附近找一下民宿啊，還有旅館啊。
然後我們算一算，加上外面停車費的話，一晚也差不多要1500、1600了。可是我們今天住這邊呢，加停車費1800情況之下，但是我們用餐呢又折了100塊錢呢。其實這樣算一算，好像不如直接住飯店，好像比較直接而且又方便啊。還有今天這家餐廳，你今天來用餐啊，它有提供6個小時100元的停車優惠啦。我覺得說這一點就是不無小補啦。可是它目前還是在試營運的狀況啊，它有可能隨時就會變更他們的價目啊，或是項目啦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用餐的話，建議你還是先打電話向他們詢問清楚，覺得還不錯的話再來用餐啦，好不好？那各位看到這邊有什麼推薦吃飽餐廳，歡迎留告訴我。看到就說了，大家喜歡的話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可以加朋友超個人的周末哦。那我們下影片見啦，拜拜。